All the West are hoping to do is to destabilize the area of Xinjiang to stop the rise of China. No one in the West could possibly imagine that China would be this successful. And this is the big reason why Western media is always attacking China. A genocide, they say, a genocide. There is no proof of genocide. There is no proof of atrocity. All this has been debunked many times. Well, China's locking up people in re-education camps. They're trying to educate these people so that they have jobs and skills and stuff into the future. It's a big difference from Guantanamo Bay, where you get locked up. Maybe it was America first to infect the world with coronavirus. And when we show the world about real Xinjiang on Twitter and YouTube, these people, they slander us for nothing. So. 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的大外宣，特别是那些洋五毛。我们经常会时不时的看到网上有一些推送，都是一些外国人、各个国家的博主在讲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他们几乎都不会说中文，但是他们却能够用流利的英文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他们极具迷惑性。基本上就用自己的语言和自身的亲身经历来为中国共产党官方叙事增加可信度。他们似乎是很成功的，有的人没太多人看，只有几百的流量，但是有的人却有几十万的订阅，每个影片都有几十万人观看。所以这些人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就好好的揭露一下他们。这些影片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是以个人生活为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他们并不是像我们这样专门讲政治、讲经济、讲历史议题，不是这些严肃话题。所以我们看澳大利亚的一家智库有一个统计，就是这些大外宣的账号当中 88.6% 的都是讲生活方式， 8% 的是有一些政治评论，非常明显的大外宣只占 3.4%。 这其中他们重点关注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最受诟病的人权议题，比方说对香港自由民主的镇压，比方说新疆的维吾尔集中营。 It's totally normal here. People are nice, doing their job, living their life, very welcoming. 有的人，你们没有资格颐指气使说我们。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Xinjiang is the same as other places in China.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happiness. There is no genocide and no forced labor.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几个大外宣这几个洋五毛们，其实他们背后是有资本和运作的。有这么一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影视公司，他们就是这些账号幕后黑手。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 WebTV Asia， 他当然自己还有一个母公司。他这家公司在整个亚洲可以说有一个垄断的市场。这家公司的中文名字叫做葡萄籽传媒，他们旗下的频道每个月的流量就有50亿，观看他们旗下这些频道的观众的数量就超过6亿人。网上有一篇报道，就是讲到这家公司的国际市场总监周新妮还参加了江苏南通中共当地党委举办的活动，这个活动叫做中国短视频与直播产业发展峰会，即首届中国短视频与直播联盟奖颁奖典礼。召开的地点是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个上台发言的领导就是中共南通市委常委陆卫东。当然你可能怀疑说，这个活动只是讲短视频的产业问题，不会涉及到政治。可是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家，只要跟政府沾边的政府组织的活动、参与的活动，它必然是有政治目的和政治意味的。这个葡萄籽是跨国的一个媒体经营公司，经营多个频道，甚至包括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交给他来代理。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中国境内的这种 MCN 公司，也是多频道的经纪公司，其中有一个叫做灰灰侠，2019年成立。他旗下的账号有鼓励讲新疆、西藏丁珠、西部三宝等文旅头部账号，说全网粉丝超过1000万，播放量超过30亿，而且得到了人民日报、外交部、新疆日报等官方的认可和点赞。他们的目的就是打造网红，获取流量。其中鼓励讲新疆是有英文频道的，负责部分大外宣的工作。 Hello everyone, we are Uyghur sisters from Xinjiang. I'm Elder 古丽。I'm younger 古丽。大家好，我是孤立，我在新疆。你们看，新疆下雪了。他们除了在平台上获得很多流量以外，他们还拿了很多政府的合同，
比方说成都灰灰峡这家公司还中标了沙雅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一个价值96万6千将近100万的项目，目的是要把该局的局长热那古丽热合曼在抖音和其他的平台上打造成网红。这个频道叫热那局长说沙雅，他旗下的网红古丽还获得过我和我的祖国新疆之声新媒体传播竞赛的奖项。当然他也少不了接受中共宣传部门的培训，他为政府宣传，政府给他资金，而且政府还给他拉流量，比如说华春莹、赵立坚用他们的账号帮这些宣传账号进行转发。首先，中共中央对这些互联网媒体、互联网内容的管控就是非常之严，他们有自己严格的标准。我们如果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委员办公室这家中国最高层的监管部门，他们的官方网站就提到，在2019年发布的一个新的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其中的第2章第5条就明确规定说，鼓励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制作、复制、发布含有以下内容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准确生动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还有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展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注意只是亮点，只能说好的地方，反映人民群众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优秀道德文化和时代精神，充分展现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精神风貌。那至于那些社会议题怎么办呢？第5项，有效回应社会关切，解释疑惑，息事明理，有助于引导群众形成共识的。其实说白了，这个共识就是大家都支持政府，引导大家去支持政府，否则的话就触犯了后面那一条的规定，我们一会儿会说。然后6，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然后最后宣传的是其他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讴歌真善美、促进团结稳定等内容。其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要有利于维稳，你就可以去宣传，政府就支持你。哪些内容他们不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然后还有就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然后最绝的是最后一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像中国的这种规定啊，不让你干什么，它总是有一条就是其他内容。这个其他可以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说这是其他。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些老外们，他们到了中国，通过这种短视频去帮助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宣传，以此能获得流量，获得政府的扶持。什么叫做财富密码、流量密码？在中国这就是政治表态，不是说你爱中国 ，OK， 一定要分清楚这一点。它不是爱中国、爱中国人民，而是效忠中国政府，遵守中国政府的这些侵犯人权、违反宪法、破坏言论自由的这些规定。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定 ，OK， 你就拥有了这个密码，你就有了敲门砖，你就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了。但是你口头上想多么爱中国，但实际上中国人的死活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也根本就不在乎。这就是这些洋五毛们，他们看到那些被压迫的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怜悯，只要有一丁点的他们认为可能的政治风险，他们都不会说一句话。他们这些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我觉得还不如那些海外的西方的所谓反华议员们。这些议员们他们还为中国的一些民主啊、中国的人权去发声，但是这些洋五毛们他们只会去拍当权者的马屁。我们可以随便讲几个案例啊，比如说有个德国博主叫德国毕哥，他的主要内容全部都是吃吃喝喝，但是他时不时的还是要表态，所以说他会做一些节目来迎合政府的宣传。比方说他到德国的街头采访当地的民众，问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然后这些人就回答，基本上只要负面的就都被他剪掉了，然后所有都是夸，就算是有负面的，他也专门采访说你相信这些报道是真的吗？然后这些德国人就会说我很怀疑这些媒体的报道，我不相信媒体的报道。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在西方世界中国的形象有多么的正面然后德国人多么不相信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这不就是我们俗称的战略忽悠吗？然后他还采访一些外国人，去聊中国的汽车，从外国人的口中去夸中国的汽车有多么的好，夸中国的技术有多么的先进。这些节目都是穿插在那些美食节目当中的，是不是给你宣传一下，搞点小动作来配合中国宣传部门的指示？还有一个中国人叫李晶晶，他是用全英文做节目，采访了所有国际上能够叫得出名的那些亲中的专家们，自己呢也去跑到各种地方去采访当地的风土人情，来证明中国的人权好棒棒，中国的人民好幸福。比方说他跑到新疆去，来证明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选几个在跳舞的新疆人，这就让我想到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希特勒也在跟一个犹太小女孩一起摆拍，来证明犹太人没有遭到迫害，在德国没有犹太人的集中营。这种宣传目的简直太明显了，它能证明什么吗？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有人可能就真的相信李晶晶，他有些视频点击量还不低啊，10几万、20几万的流量都有，甚至有些点击量比较高的影片都是在批评美国，揭露美国的黑暗。这些事情其实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的监督，对美国政府在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做法，他们也都有质疑，也都有批评，根本轮不上中国的官方媒体去指责、去谩骂。我一直在讲，美国人骂美国政府比你中国人骂美国政府凶得多，但是又有几个中国人去骂中国政府呢？你看李晶晶的视频当中有几个是反思自己国家的问题，一个都找不出来。骂美国屠杀非洲人，骂美国屠杀老挝人，骂美国屠杀这个屠杀那个，好像全世界人民在美国的压迫下痛苦不堪。而李晶晶的频道里讲了这么多，他却对他自己个人身份只字不提，他根本不敢说他是来自中国官方的媒体，就职于央视的 CGTN。 他的频道当中的说明是，我要向你们展示一个这个真实的中国，说我要跳过国际主流的观念，给你一些新的视野，还说自己在中国出生长大，在英国受教育，骂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误解。听起来好像是他个人的看法，个人的独立思考，但问题是他明明就职于的是 CGTN， 他这个频道也好，他本人也好，他就是充当一个独裁专制政府的宣传工具而已。然后当《纽约时报》还报道了这个人假扮成一个自由记者，专门跑到新疆去为中国政府的暴行洗地、涂脂抹粉。《纽约时报》也说了，他刻意隐瞒自己 CGTN 员工的身份。在被揭露了之后，我看 CGTN 是没皮没脸，还把这些对他们的攻击给放到了中国的网站上啊，翻译过来。当然他不可能把原文给你放上去，他就给你翻译过来，然后引用了一大堆中国五毛水军的账号，说海外网友热评总台 CGTN 记者和美国 MSNBC 记者，你们更相信谁？这个所谓海外网友是真的网友吗？还是中国的大量的五毛水军呢？你看都不用看就知道了。被骂了之后，他们居然还这么不要脸。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叫 Barrett， 他的网站的内容就更加的露骨了。他在英国出生，居住在中国。看一下他的最新节目的标题就明白他是做什么的了。我们可以读一下：欧洲输掉了 5G 战争，输给了中国。美国的制裁彻底失败了，华为的手机击败了美国的制裁，美国震惊了。你不会相信中国的成就有多大。他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华为的好话呀？然后再看其他的影片，他如何的去参观华为的园区，受到华为官方的接见，就知道了。这个财富面简直太明显不过了。正是因为这些人拿了中国的这些好处，获得了财富面，他才会怀疑我们是不是什么收了 CIA 的钱呢，收了拜登的钱呢，对吧？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是替一个国家在进行宣传，所以他们以为我们也是，我们这些自由媒体也是这样。他们这样的投共的人是永远不会知道自由的宝贵，他们是为钱为利益说话的。而我们说的话，不管做这个节目之前还是之后，我的立场我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他们这样有奶就是娘的人，他们肯定是不能理解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女孩，她用英文在讲述中国的故事，她讲的非常的隐晦，看似非常的中立和客观，所谓的理中客。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全世界最庞大的反人类的独裁政权面前，你还保持理中客，那我就怀疑你是不是有问题。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政治光谱在移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你可以中立，讲中国的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我觉得再提中立，这样就有点浑水摸鱼的意思了。因为现在进入新冷战时代之后，你就没有中立的空间了。你要不然在自由阵营去消灭专制阵营，以中国为首的这个破坏国际秩序的力量，要不然你就站在中共这边去瓦解现在的国际秩序。而这个女孩讲了很多的中国敏感话题，注意啊，她这些内容都不敢在中国讲，因为中国是直接封号的，你讲什么都可以删掉。她这个很明显是针对外国，
因为他用英文，当然他有中英双语字幕，然后他人还在中国，他讲这些话题，敏感话题，他一点事儿没有。这说明什么？他没有讲他背景是什么，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受雇于中国的某些宣传部门，所以他讲的内容看似有一些敏感，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中国对回族人的压迫，对这个维吾尔人的清洗，他跟那李晶晶一样，讲的是这是我的看法，我的观点，但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些老外可能就真的上当了，真的相信他了。但是像我们这种专家啊，一听就能听出来，他是一本正经的去替中国解释中国做这些事情镇压人民的这些理由啊，为什么有些理由是正当的？比如说他怎么为中共在新疆政策洗地呢？他说这个强力举措是为了深化意识形态认同感，这样的话维吾尔人就可以从外到内忠于祖国，认同祖国，强调自己是维吾尔族的同时更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不管他们受到了多么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这就是他对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解读，听懂了吗？谁是外来文化？中国现在对新疆的宣传教育，这才是外来文化，好不好？人家维吾尔人有自己的文化，谢谢。这什么叫外来文化？所以他就是颠倒黑白，他把认同祖国、认同汉文化说成是你应该的，这是你作为中国人必须的。然后你认同自己的文化、信仰跟语言，这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不颠倒黑白吗？把新疆完全同化成汉文化圈当中的一部分，但人家完全就是有自己的民族共同体，跟你根本不是一类人。然后当提到所谓的再教育营的时候，他说的什么？说有些维吾尔人的证词是假的，这么多人的证词也可能有人说的跟这个事实有出入，有可能我们都不在现场，但是有这么多的维吾尔人找不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了，他们的证词全部都是假的吗？他这个影片对所谓的再教育营这个集中营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哪些人被关押的他理由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这些家人在外边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他从头到尾只字未提。这种宣传的意味实在太浓了，而且他所有的用词都是中国认为，中国觉得，中国怎么样。你这个视频的标题可是我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但是你的从头到尾没有自己的看法，全部都是中国认为怎么样，中国觉得应该这样做，中国的理由是什么？这难道不是在替某一方进行宣传吗？这就跟马斯克最近讲的似的，他是没有讲说我是赞同还是反对，没这么说，但是他可能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中国认为。他讲了半天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为了增加他们对中国的身份认同感，就好像有了这个理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就可以肆意的侵犯人权一样，增加身份认同感。任何国家可能都会这么做，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啊，一个特别是民主国家，加拿大难道没有爱国主义宣传吗？任何国家都有，但是这个宣传不能是你不认同我就把你抓起来，你越这么做别人越不会认同你。所以中国在新疆问题上，我认为啊，如果他现在不是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的话，投入这么大的维稳力量进行军事管理的话，那么新疆肯定是要反叛，肯定是要拒绝被中共统治的。所以他讲到所谓身份认同感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他反映出了就是新疆的维吾尔人，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民族的人是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个根源就是来自于中国今天拥有新疆，是因为当年的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帝国的这个领土范围，而这种继承是伴随着像盛世才这样的军阀的暴力统治。所以从头到尾，从大清帝国开始到后面一直以来，新疆是从大清开始进入中国版图的啊，通过暴力征伐的手段，到今天为止同样通过暴力征伐的手段进行统治。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殖民地，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再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其实在大清帝国反而还有一些自治，在今天几乎可以说已经没有了，虽然它名字还叫自治区。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分析新疆问题的话，要分析到新疆现在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现代帝国所殖民统治，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理解中共在新疆的所有政策，它为什么要进行民族同化，为什么有再教育营，为什么要对新疆人进行思想改造。我讲到的最重点的部分在他的影片当中只字未提，因为他的目的太明显不过了，就是用一些理论的语言去为共产党的殖民统治进行一轮包装。他为了增加这个节目的可信度啊和这个理论性，他居然还增加了一段马基亚维利君主论当中的言论，我觉得特别可笑。你的意思说现在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君主制，是一个专制帝国吗？说君主为了国家的团结就应该不要在乎残酷这个恶名，你这等于是证实了中国对新疆统治是残酷的。第二，也说明了现在的中国对新疆就是像马基亚维利那个时代的一样，一个君主体制，一个专制体制。
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科技文明时代，生活在一个尊重人权、尊重自由、尊重法治、尊重普世价值的社会，你现在却引用一个几千年前支持君主专制的人，用他的言论来美化、合理化中共的统治，我看着他都有点像高级黑。当然，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也可能普通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对时事都不太了解的外国网友听到他的言论，可能似乎觉得有道理。就别说什么再教育营了，就在这2天，有一个海归的女孩曾经在英国留学，她现在是一个网络博主，拍了很多的自媒体影片，算是一个小网红了。她在最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在乌鲁木齐机场遭到了全身搜身、极尽侮辱，甚至还把她带到小黑屋。她是一个高位截瘫的残疾女孩，没想到遭到了安检人员的羞辱，她觉得自己的隐私权利被严重侵犯。她在网上发了影片，讲述了来龙去脉。今年8月31号，我去了新疆12天，新疆的美景真的是3天3夜都说不完。但是我在乌鲁木齐机场安检的遭遇，是让我一想起来晚上都睡不着觉。在机场托运完我自己的轮椅后，我所乘坐的南方航空的工作人员就让我换上了机场的专用轮椅，并把我推到了安检处进行安检。当时我和安检的工作人员说了，我的情况是瘫痪，腿动不了，我站不起来，但是我可以抬胳膊。去了国内很多城市，第一次遇到工作人员检查胸后位置的时候，不是摸着扫过去，而是非常使劲的按压，甚至包括内衣的钢圈。我妈妈说她被检查的时候，甚至是被捏了胸部，这就算了。到检查下身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上洗手间，所以我是穿了纸尿裤的。这个情况我也和工作人员说了，但是他在没有问我的情况下，就突然掀开了我的裙子去看。我当时真的心里好不舒服啊，就很有被冒犯到呀！你都没有问我，你凭什么去掀我的裙子？接着他又叫我爸爸妈妈把我抱起来检查屁股。我在之前其他的机场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都是摸一遍，用仪器扫一遍，人就放下来了。但是当时我爸爸妈妈把我抬起来将近1分钟的时间都快抬不动了。这个工作人员他摸完屁股啊，又在检查轮椅。我就问他，我说轮椅本身是你们机场提供的，为什么还在不停的检查？我妈妈就拿出残疾证嘛，给工作人员说我是1级残疾，4肢瘫痪，手都是拿不了东西的，站不起来也不是我的错吧？况且之前已经全部检查，包括我的屁股下方所有的位置。但是旁边一个男工作人员说，给我们残疾证也没有用。等于说残疾证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张废纸，身体残疾导致行动能力丧失，还有能力干坏事。最后还是2个女工作人员把我推到了小房间，他们先摸我的腿，然后掀开我的裙子，看到了我穿的是纸尿裤以后，把我推了出来。我的隐私真的是被极其的冒犯。如果我能藏匿东西在我的私密部位，为什么工作人员不检查其他正常乘客的底裤呢？因为每换一次轮椅我就要被抬一次，现在是父母抬我，多数的工作人员他都不会去抬人的。如果我是一个人出门，或者是和我一样下身瘫痪站不起来的朋友，遇到这种安检情况该怎么办？残障人士出门真的非常不容易。但这一次我从乌鲁木齐回成都的飞机是坐在了倒数第3排，下飞机的时候都傻眼了，机场没有提供机上轮椅，幸好是2个空乘非常热情的帮助我，架着我的胳膊和腿把我给抬了出来。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每个人都有隐私权，并有权享受尊严和得到尊重。我呼吁国内机场应该给残疾人提供的是理解和帮助，而不是百般的刁难。没过2天，他在 B 站上的影片，在微博上的言论被全网封杀。那些五毛粉红们，你们如果去百度搜索能够搜到这条影片的话，在下面来骂我 ，OK， 我把你置顶。我现在都不用讲被关进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就说一个来自大城市的游客到新疆都遭到这样的对待，然后再看到这些中外的五毛自媒体不停的洗地，为这个政权不停的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真的觉得他们英文说的再好，理论文化水平再高，或者长得再帅再漂亮，他们也是人渣，也不会让我们瞧得起。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